大家好，分析投资小知识的萝莉又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之前一期我们聊到了位于疫苗研发前沿的医药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疫苗股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一天上下个10到20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十分受消息面的影响。今天萝莉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现在疫苗的投资选择。我选择的根据来自于疫苗的进程、公司的规模和分红派息3个方面来做选择。该视频只是萝莉的投资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哦。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先说明一下研发的进程。在疫苗研发中，最重要的临床试验通常分为3期，就是3个阶段。3个阶段的目标和意义不一样，根据研发的设计，方案不一样，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1期临床试验重点是观察使用的安全性，主要是通过少数易感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者，来确定人体对疫苗不同剂量的耐受和了解它初步安全性的结果。一般都是人数规模相对比较小，都是数十人或者100人左右，这是1期临床试验必须要做的。现阶段处于第1临床的医药公司有 Inovio、Merck、Dynavax， 其中 INO 和 DVAS 是没有分红的，而 MRK 有 3% 的股息率，而且最近10年有稳定的股息增长。到了2期临床试验，是扩大样本量和目标人群，目的是为了对疫苗在人群中初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结果进一步进行确认，并且确认免疫程序和免疫剂量，这是在2期临床试验必须要做完的。一般受试者要数百人，2期临床试验都是好几百人甚至更多。而且指出的是，1期、2期临床试验都是由健康志愿者，相对比较容易募集，根据不同的免疫程序、不同的方案，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现阶段处于第2期临床的医药公司有 Archer Therapeutics、Johnson & Johnson、Novavax，其中 ARCT 和 NVAS 是没有分红的，而 J&J 有 2.75% 的股息，而且10年内有稳定的股息增长率。而真正要确定疫苗的有效性，还需要经过第3期临床试验。3期临床需要的样本量更大，对于一般的传染者，一般要观察1个流行周期来确认它对易感人群的保护率，它的规模更是有好几千甚至上万人。一般3期临床试验得到的最终结果才是疫苗批准上市的科学依据。而在现阶段正处于第3阶段临床的医药公司只有辉瑞、莫德纳和阿兹利康3家，而这3家公司之中，只有莫德纳是没有股息分红的，阿兹利康是有 3% 的股息率，但是过去3年股息率并没有增长。而辉瑞的股息率是 4%， 而且连续10年股息有稳定增长。就如我之前的视频所说的，股息可以用来衡量一家公司是否是一家成熟的公司，特别像药厂这样研发费用巨大的公司，如果有稳定的股息，说明他家的经营是很稳定的。从公司自身的盈利能力作为对冲疫苗炒作风险的能力比较大，所以像我这样一个追求分红股息的投资者来说，已经可以从上面的疫苗股候选名单减少到4只，分别是 MRK、J&J、PFE 和 AZN。 而因为阿兹利康的股息在最近3年里没有增长过，这有可能是公司在这3年里内部财务有问题，或者盈利能力碰上了瓶颈，没有3年以前出色了，所以我把它排除掉了。剩下的3家公司
因为 MRK 还处于第1期临床，成功率还远远没达到 J&J 和 PFE 的高度，所以暂不考虑。而剩下的这2家公司都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的疫苗股了。而且从这2家公司的股价波动程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比其他几家公司都要稳健。当然呢，风险和回报是相互相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因为 PFE 的股息更高，而且研发进度也要比 J&J 快上一个阶段。再者，最新的消息显示，在8月份，辉瑞独立股东 Ronaldo Blairo 以平均38块5毛5的价格购入了50万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就是对公司的前景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且他们都掌握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内部信息，所以他们对于公司的持股更变都是对于公司的未来股价前景有影响的。根据以上的分析，罗莉自己选择了 PFE 作为站在风头浪尖上的疫苗股的最终选择。另外，在上一期，罗莉说到，因为疫苗需求而受益的玻璃瓶制造商，本人是比较看好 Corning Incorporated 这家公司的。这是一家从事特殊玻璃和陶瓷制造的公司，成立至今有169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投机选择股， GLW 正处于稳定的上升空间，虽然没有爆发式的增长，但是一步一个台阶，比较稳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GLW 现阶段正处于 RSI 超买区间，如果现在要进场的小伙伴要注意风险的存在。好了，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投机疫苗股呢？是赚还是亏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哦。视频中提到的都是罗莉自己的操作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哦。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观看。罗莉也要回去充电哦。滴